電磁彈射器不僅能部署在航母上，還能上車。繼貨輪改裝、五庫艦刷新認知後，中國某造船廠碼頭再次曝光新裝備，一款由多台平板車拼接而成的車載電磁彈射系統橫空出世。此消息一出，外國軍事網站徹底沸騰了，不少外媒和專家直呼，中國這是直接實現電磁彈射自由了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、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以前提到電磁彈射，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都是航母，是高大上。可誰也沒想到，如今中國直接把這種航母奢侈品變成了戰場日用品。最近有關中國在上海某造船廠附近出現的新型無人機照片，引發了西方媒體的各種猜測，認為這款無人機可能是攻擊11隱形無人機，或者是福建艦、四川艦搭載的第二種大型艦載無人機。但隨着更多照片曝光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從無人機轉向了它的運載平台。從照片中能清晰看到，這是一種極為特殊的運載裝備。幾輛平板卡車首尾相接，停在一起，拼接處縫隙極小，上面架着的無人機前起落架的彈射桿已卡進軌道的滑索構件中。就是這麼個卡車拼軌道的組合，讓全球軍迷和外國專家集體破防。德國軍事專家盧普雷希特第一時間關注到這一幕，研究後發現，這或許根本不是普通平板車，而是車載電磁彈射器。此消息一出，外網直接炸了鍋，比利時陸軍識別、美國戰區等外媒紛紛追着報道，語氣裡滿是難以置信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電磁彈射器都是航母專屬的大家伙，美國福特級、中國福建艦上的彈射系統哪個不是固定在甲板上？重達幾十噸的龐然大物，現在中國居然把它拆成模塊裝到了卡車上，拉着就能走，拼上就能用。這波操作讓外國徹底看呆了。不過國外會驚呆並不意外，因為這款車載電磁彈射器的實力確實超出預期。它最核心的優勢就是模塊化設計，不需要專門建設場地，3到4輛平板卡車拉着軌道模塊開到任何空曠地方，首尾一接就能組成一條完整的彈射軌道。軌道長度還能靈活調整，最短20米，最長能到60米，半小時就能完成組裝，放上無人機就能彈射起飛。更讓人驚訝的是它的低耗高效。根據網上的資料，這套系統單次彈射只需要消耗2度電，差不多就是家用空調1小時的耗電量。彈射速度能達到每秒50米，把無人機送上天後10分鐘就能完成復位，準備下一次發射。不止如此，最初公布的數據顯示，它能彈射重量超過2噸的無人机。但這次照片裡出現的無人機可是飛鴻97，這款無人機的重量在6到10噸之間，還帶着隱身察打一體的本事，是閱兵式上亮過相的中程僚機。能把這麼重的無人機穩穩架住，說明這套系統已經悄悄升級，彈射能力大概率已經突破到5到10噸，完全能滿足大型無人機的起飛需求。對比一下其他國家的無人機起飛方式，差距就更明顯了。美國為了讓無人機實現無跑道起飛，一直在搞火箭助推技術，不僅噪音大、有火光，容易被敵人發現，還會占用無人機的載荷空間，導致續航和打擊能力下降。而中國的這款車載電磁彈射器，發射時幾乎靜音無光，隱蔽性直接拉滿，還不影響無人機的載荷，這讓外國網友直呼降維打擊。最讓外國酸的是，他們的車載電磁彈射還停留在圖紙和概念階段。中國不僅造出來了實物，還實現了靈活部署和性能升級。有外媒吐槽道，我們還在糾結電磁彈射怎麼穩定裝在航母上，中國已經把它裝到卡車上到處跑了，這技術迭代速度根本追不上。有一說一，很多人一開始看到車載電磁彈射系統的卡車拼接設計，都有點疑惑，幾段軌道拼在一起，中間會不會有縫隙？彈射的時候，無人機經過拼接處會不會出問題？畢竟電磁彈射對軌道精度要求極高，就連福建艦、美國福特級
都要專門搭建工棚來安裝彈射器，保證安裝精度。但其實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。從照片能看出來，這些平板卡車的懸架特別龐大，用的是主動液壓懸掛和電磁懸掛系統。這種設計能讓卡車在任何地面上通過傳感器快速調整高度，保證拼接後的軌道絕對平整，精度能達到毫米級。而且卡車中部插着數十根電纜，說明它的供電和控制系統經過了特殊設計，能讓多段軌道的電磁力無縫銜接，不會出現動力中斷的情況。以前大家想不通兩段彈射器怎麼精準對接，現在中國用實際產品給出了答案，只能說格局小了。之前的疑惑都是因為沒想到技術能這麼成熟，而且這種拼接設計的好處太多了。首先是機動性強，拆開後用卡車運輸，不管是偏遠高原、海島礁盤還是普通公路都能輕鬆到達，不用依賴大型運輸設備。其次是部署靈活，根據任務需求，想拼20米發射輕型無人機，還是拼60米發射重型察打一體無人機，都能隨時調整。還有個隱藏優勢就是生存能力強，傳統的機場跑道或者固定彈射基地目標太大，很容易被敵人鎖定打擊，而車載電磁彈射器可以化整為零，打完就拆，換個地方再拼起來，敵人想炸都找不到目標。這種打了就跑的特性，在未來分布式作戰中簡直是神器。有位英國網友的調侃特別有意思，他說：“我們的女王級航母還沒裝彈射器，中國已經把彈射器裝到8輪卡車上了，感覺皇家海軍像個小丑。”這話雖然有點誇張，但也說出了實情。很多國家花大價錢都沒搞定的電磁彈射技術，中國已經玩得這麼接地氣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款車載電磁彈射器之所以讓外國這麼緊張，核心是它的應用場景太廣了，徹底打破了傳統作戰思維。在陸地戰場，如果戰爭中機場跑道被敵人破壞，不用等修復，幾輛電磁彈射車開過去，找塊空地拼好軌道，就能快速建立臨時發射點，讓無人機起飛執行偵察打擊任務。在西部邊境的高原地區或者偏遠島嶼，沒有條件建機場，車載電磁彈射器就能派上用場，隨時部署無人機，監控邊境動態，應對突發情況。更厲害的是在海上，之前中國造船廠曝光的集裝箱五庫件已經讓外國感受到了壓力，現在加上車載電磁彈射器，更是如虎添翼。把彈射器裝到民用貨船上，普通船商瞬間就能變成無人機母艦，不需要花費巨額資金建造航母，就能快速擴充海上力量。這些無人機航母可以和航母編隊配合，也能單獨執行遠洋護航、反海盜任務。遇到敵人艦隊時，能快速彈射多架飛鴻97無人機，形成隱身打擊集群，對敵方艦艇實施偵察和攻擊。美國本來想靠分布式作戰理念壓制中國，結果中國用車載彈射器加商船加無人機的組合，直接反制了這種戰術，讓美國針對中國的破交戰難度大幅提升。而且它20米長的短軌道版本也很實用，用來發射彩虹3這類吨級以下的无人機，能為商船隊提供態勢感知能力，提前發現危險區域，或者發射巡飛彈干擾敵方艦艇。有軍事專家分析，這種低成本的海上力量組合會讓很多國家的海上防禦體系失效，因為你不知道哪艘商船裡就藏着電磁彈射器和無人機。還有人擔心無人機彈射出去後怎麼回收？其實這個問題早就有了解決方案。如果是一次性自殺式無人機，根本不需要回收，完成打擊任務就行。如果是需要重複使用的机型，可以用降落傘降落，或者在臨時場地搭建簡易回收裝置。美國的女武神無人機就是這麼做的，中國自然也能實現。而且未來如果技術升級，還能搭配移動攔阻裝置，實現完整的起降循環。當然，車載電磁彈射器能成功問世，不是靠單一技術突破，而是中國完整工業體系的勝利。電磁彈射看起來只是一條軌道，其實涉及電磁線圈、特殊材料、精密控制、能量管理等一系列高端技術，任何一個環節掉鏈子都不行。
外國之所以學不來，一方面是没有完整的工業體系，很多核心零部件造不出来，或者造出来成本太高，無法量產；另一方面是没有多樣化的應用需求。中國有廣闊的國土、漫長的邊境線和複雜的作戰環境，倒逼技術快速落地，而其他國家要麼沒需求，要麼沒動力投入這麼多資源研發。德國軍事專家盧普雷希特就坦言，中國的车載電磁彈射器不僅是一件裝備，更是一種戰略威懾。它說明中國的軍事技術已經從追平走向引領，這種體系化的優勢不是靠單一裝備就能彌補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